重生回到末日前，我却躲进了城中村的老楼中，只因这栋楼觉醒了末日堡垒系统，这里有数不尽的粮食和无懈可击的保护屏障。上一世我被亲戚们分食殆尽，这一世我要加倍奉还。你装什么死？你给我滚起来！这是哪里？拖油瓶，赔钱货，敢抢我家房子，我打死你！我反应过来，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，狠狠抽了过去，并抬脚冲着对方肚子一个猛踹。妈，不方他打我！我这时终于看清了地上的胖小子，是石天杰，我的表弟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割开我的手腕，疯狗一样啃食着我时的眼神。是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死在末世第5年，被石天杰还有我的这群好亲戚开膛破肚当做食物。我拿出了手机，看到上面的日期，2035年6月10日，我竟然重生到了末日前3天。我清楚记得这一天自己被叫来大舅家，外婆留给我的房子要被拆迁了，大舅一家子1分钱不想出，逼我转让房子。我只是说了句那是外婆留给我的房子，却被石天杰用花瓶打晕了过去。张春霞见儿子被打，也冲了过来。你个连爹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敢打我儿子！得益于末世5年的本能，我轻松避开了张春霞的巴掌。我去你喵的！你要造反？你敢动手，外婆给我留的房子你就别想要了。你说啥？你有种再给老子说一句！你们今天叫我来，不就是要外婆留给我的房子吗？500万，我就把房子过户给你们。你还想要500万？你在想屁吃！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！我妈未婚生子，生下我后就跑了，张春霞便经常拿这个事情来辱骂我。但是还有3天，天灾就要降临了，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和这一家子废话。外婆给我留的房子，拆迁赔偿款少说也有1000万，我只要500万也够你们赚的了。给你们1天时间抽签，不愿意我就卖给2舅和3舅。说完，我便夺门而出，往老房子那边赶。我刚出楼门，就感觉像撞入了火炉里，热得让人心口发闷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末日前3天，整个西市热得宛如蒸笼，还时不时有阵雨。那时候谁也没把这一场天气放在心上。直到末日来时，暴雨降临，整整持续了1个月。超强降雨量引发各地山洪，城市水位上涨，淹到了4层楼的高度。而洪水只是开始，紧随而来的是龙卷风、极寒、极热、地震、间歇性酸雨。末世的阴翳蒙在心头，让我不敢浪费一点点的时间。现在时间就是生命，很快我就来到了外婆留下的老房子前，虽然有5层，但早已破败不堪，妥妥的危楼。就在我和生锈的小院铁门斗争时，隔壁开麻将馆的周大妈跑了出来。我那侄子下午要来，这回你总有时间见他了吧？他是家里的独苗，能嫁给他也算是你的福气了。上辈子这周大妈挺看不上我的，但老屋被定下拆迁后，她对我态度就变了，殷勤不已的想把自己那个30好几还游手好闲在家啃老的侄子介绍给我。那么宝贝的独苗，你还不藏好了？1天3炷香给他供起来。没爹没妈的，眼睛还敢长头顶上？给你介绍我侄子是我看得起你，你当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喂，报警中心吗？我要举报有人聚众赌博。对，地址是……进门后，一坨白影突然窜了过来。牛奶！我抱起牛奶，在他的脑瓜上狠狠亲了几口。牛奶，这辈子我一定保护好你。突然，牛奶扭头对着我的手狠狠咬了一口。他从小到大一直很乖，从不乱咬人抓人。这还是牛奶第一次咬我，而且一口见血，血更是直接滴落在了地上。然而也就在这时，一个怪异的机械声在我脑中响起。人类文明宅基地激活成功，基地主布方，基地目前等级1级。随后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悬浮的面板，上面有着基地的各种属性介绍。目前可消耗1000积分进行初次升级，是否升级？我虽然人是猛的，但还是第一时间做出判断，选择升级。随后眼前面板上老屋的属性发生了变化。基地等级2级，门禁防御系统激活，主楼结构强度升级至铜墙铁壁，主楼内部重装完毕，风格可选。仓储空间升级，容量15000立方米，解锁永久锁鲜功能，解锁蓄水池容量10吨，解锁随身背包功能，增加防水抗震功能，储容100种物资后可解锁。现在距离天灾末日的到来还有3天时间，我看着面前的悬浮矿，激动地叫了出来。15000立方米的仓储空间，而且还带有永久锁鲜功能，连蓄水池的容量都有10吨，这要是囤满物资，足够我在末世中生存好长一段时间了。随后我立刻在屋子里寻找起系统所提到的仓库和蓄水池，很快我就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发现多了一扇门，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推门走了进去，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空旷的纯白空间，空间另一边还有个透明宛如水立方的空间，应该就是蓄水池了。这是空间折叠，
可是现在虽然有了蓄水池，但那么多水要怎么弄进来呢？这时，我眼前又出现了系统面板，检测到主楼内有安全水源，可接入蓄水池，是否接入？我立刻选择了是。下一刻，我就看到蓄水池上方凭空出现了一道水流，按照这个速度，大概几个小时就能蓄满。我从折叠空间内出来后，又试了一下随身背包这个功能。我拿出手机后，意念一动，手机直接消失不见。随后我又进入到折叠空间内，果然手机出现在了里面。有了这个功能在，我收集起物资来就太方便了。此刻我浑身充满干劲，我要赶紧囤货，升级房子。我一番翻箱倒柜，找到宅基地证明后，就匆匆出了门。打开铁门时，我看到门外停了几辆警车，有不少人在围观。周大妈的哭喊声隔着人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很快我就抵达了土地征收部门，我就提了一个要求，拆迁款我自愿少拿60万，但2个小时内必须到账，同时还要给我1周的时间搬离老屋。或许因为我是城中村第一户同意拆迁的，还自愿少60万拆迁款，所以过程很顺利。只等了半个小时，拆迁款就到了。在等待到账的时间里，我又把网上所有能借款的小额贷款全部注册了一个遍，零零碎碎又给自己凑了100多万。从征收部门出来后，我去提了新买的2手面包车后，直奔最近的大型商超进行采购。我本来打算去批发市场，但是最近的批发市场正在整顿拆迁，还有2个批发市场距离又太远，距离末日来临已不足3天，现在时间就是金钱。为了避免引人注意，我选择了少量多次原则，一整个下午开着面包车跑了大大小小几10个超市，装满1车物资就去下一个超市，车一启动就将车内物资收入随身背包内。整整5个小时，我的战果如下：大米5000斤，高低筋面粉5000斤，4升装食用油5000桶，方便面1000箱，方便米饭1000箱，火锅底料、豆瓣酱各种调料1000斤，泡椒凤爪、薯片等坚果零食各100箱，各种饮料、牛奶、酸奶以及各种罐头各100箱，卫生巾、沐浴洗发护发素、洗衣液等生活用品各100箱。在扫荡过程中，经过药房时我也没错过，什么酒精、退烧、抗炎、止痛等市面上能买到的各种常规类药物，统统不放过。买完这些后，我又去了家附近的菜市场，赶在肉摊老板收摊前过去，订购了10头猪、10头牛，最好明天就能到。老板骤然接到这么大笔生意，吓了一跳。闺女，你家买那么多猪肉做啥子哦？还没到过年哇？替亲戚买的，老板能接得下这单子不？那必须接得下啊！我老表家里就是开屠宰场的，羊肉也有，你要不？也来10头。除了猪牛羊外，还有鸡鸭兔，都是新鲜的，各订了100只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找旁边卖水果和蔬菜的老板订了各种新鲜蔬菜瓜果，全部都200斤起步。和老板们说好，明天自己上门去取货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去了附近的宠物店，给牛奶订了1000斤猫粮，还有各种罐罐、猫草片、化毛膏、营养膏、猫砂以及各种小玩具。从宠物店出来时，都已经晚上9点了。突然，我感觉头上一凉，噼里啪啦的大雨骤然落下。我快步回到面包车上，我清楚这场阵雨只是开始。把面包车停到城中村外另一条街的路边停车位后，我才快步往家走。这一路手机响个不停，都是2舅打来的，我没有理会。然而快到家时，却发现院子门口停着一辆大奔。我快步走过去，只看见铁门竟然大开着，院子里面还站着一人。我心咯噔一沉，快步走过去，看到房门是关着的，才松了口气，同时目光也沉了下去。二舅，你把门锁换了？我点了点头。幸好门禁系统升级过了，现在的房门只有我才能打开。之前我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？大晚上的你去哪儿鬼混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浪费了我多少时间？我去哪了你管得着吗？你急着找我不就是想要老屋吗？想要房子可以，一口价600万。我看你是无法无天了，这就是你和长辈说话的态度。我心中冷笑，这个石大海也不是啥好玩意儿。上一世我被开膛破肚，他也没少出力。明天你就给我从老屋里滚出去！想要房子拿钱来买，没钱就滚，反正你不买，有的是人想买。不妨，你不想活了是不是？敢这么和我爸说话？只见石大海的女儿石爱雪走了过来，抡起手里的包就朝我砸来。也就在这时，一声凄厉的猫叫响起，随后一道白影朝着石爱雪扑了过去。我瞪大眼看着牛奶对着石爱雪一顿喵喵拳输出，挠得石爱雪满脸是血。我立刻抱起牛奶冲进屋，砰的一声关上大门。石大海哐哐撞门，不妨，你马上带着那个小畜生滚出来，给小雪跪下道歉。学校里有个富二代要出700万买这套房子，后天找我签合同。二舅，你有功夫骂我，不如抓紧时间考虑清楚。哪有什么富二代，就是要把你们的钱都弄过来给我囤物资用。石大海眼看撞不开门，加上女儿被抓伤，他也没心思再继续耗。
赶紧带着女儿去了医院。二舅石大海走后，三舅石成才也给我发来了信息，大概意思就是让我以10万块的价格先把房子过户给他。看完信息，我恶心的想吐。大舅出500万，二舅出600万，三舅你好歹也出个400万吧，一天时间考虑，过时不候。回完消息后，我心念一动，之前采购的猫罐罐就出现在了手里。喂完牛奶后，我又进到了折叠空间里，看着空间内多出来的物资，我这才有了些安全感。只是我今天囤货的数量放在整个空间来看，真是少，太少了。从仓库里出来，我掏出手机又开始买。先点了10份K+和 M+ 的全家桶和冰淇淋麦旋风，又分了10家，各点了一大堆烧烤、小龙虾以及各种菜，足足100份。卤味也是不能放过的，什么鸭脖、鸭肠、各色卤菜，上百份的往家里点。这个点奶茶店也没关门，但凡店里有的类目全部都要，各点20份。等外卖的时间，我又在网上搜索了太阳能板和发电机的购买渠道。幸运的是 C 市附近的郊区就有小经销商，我联系好了对方，明天上门取货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武器，我上辈子遇到过一个改装牛人，他改造后的射钉枪杀伤力非常强，因为我救了对方一命，所以他教了我怎么改装，难度倒是不大。我先在网上先买了上万发钢珠，明天就能到。除此之外，棒球棍、电棍、防狼甩棍之类的也买了一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还准备再找5金店，有些改装材料还要明天去购买，但是一阵敲门声却打断了我，原来是我点的外卖到了。接下来的2个小时，我都在不停地收外卖，收到手软。有时候4、5个外卖小哥一起出现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看我的眼神古怪极了。今晚我家要开轰趴，人很多。危楼里开轰趴，不怕把楼崩塌了？这地方搞鬼屋探险更合适点吧？我看着老旧的楼房内部一阵语塞，突然我想起之前系统提示过主楼内部可以选择装修风格，我直接调出控制面板，只见上面有很多个选项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选了一个极简风。随后整个房屋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赶紧跑到房子外面看了一下，发现从外面看还是之前的那个老破旧危房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回到屋内，我把所有外卖放进仓库后，刚想歇会儿，系统提示音却响了起来。搜集物资种类已超过100种，解锁防水抗震功能。检测到宅基地已满足升级条件，是否升级？我果断地选择了升级，随即面板上的属性发生了变化，主楼强度、仓储空间、蓄水池容量、防水抗震的等级都得到了提升，同时还解锁了一些新的功能，其中最令我惊喜的是远程传送和供电系统。远程传送可覆盖500千米的范围，也就是说我在500千米以内的任何地方遇到了危险，都可以瞬间传回到我的安全屋来。美中不足的就是这功能有48小时的冷却时间。至于供电系统就更不用说了，末世以后即使断电我也不怕了。这时我注意到悬浮框的右上角冒出来了一个房子图标，我试着点击自己的名字，结果冒出来的居然是人物属性面板。我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气得半死，这时牛奶粘人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对啊，我要把牛奶加到家园系统里。随后我心念一动，牛奶的属性面板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服了，人不如猫啊！家园新增人数+1，恭喜宿主获得镇宅神兽的赠礼，敏捷+4，速度+4，运气+2。随着面板数据的更新，我突然有种身体变轻。我立刻跑到大街上来了个100米冲刺，看着外院接近2米的墙，一个起跳直接翻了进来，然后冲进屋里来了个华尔兹。能力升级后，我感觉浑身上下都是劲儿。来到镜子前，我发现从外表来看，身体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却注意到自己的皮肤状态很差。这时我才反应到现在已经是凌晨了，每天提心吊胆还熬到这么晚，皮肤状态能好就怪了。趁着敷面膜的时间，我给之前联系好的太阳能和发电机的老板打了电话过去，表明自己现在就要去提货。老板看在我是财神爷的份上，同意了我这大半夜跑来提货的无理请求。出发前，我想到了牛奶整整10点的幸运值，干脆带上了牛奶一起出门。1个半小时后，我到了郊区的一个小仓库。就你一人了，那么多东西，你这辆面包车怕是装不下吧？我朋友家在附近，多跑2趟，把东西先搬他家去就是。成吧。这时他手机却响个不停，接了电话后，表情瞬间变了。啥？我把他和谁开房去了？隔壁张大妈？媳妇，你拦着点我妈，可别让他拿刀，我马上回来呀！老板是真急了，直接把仓库钥匙塞给我。货都在仓库里，你辛苦下自己搬吧。多出来的1台发电机和10几块板子算我送给你的，你搬完记得帮我锁门啊！这也太顺利了，不愧是幸运值拉满的牛奶。确认仓库里没有摄像头后，
我直接将发电机和太阳能板收入随身背包，这下要解锁供电系统就差10吨柴油了。天像被捅了个窟窿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雷鸣声轰隆隆的，似要把地都震碎。我开车走在小路上，牛奶却突然变得狂躁起来。我下意识靠边停车，牛奶你走了。他没理我，只是一直对着车外叫。我向外看去，只见外面是一处工地，这里的开发商跑路了，因此项目也搁置了下来。我的眼神瞬间火热起来。后面宅基地升级肯定需要很多东西，末世到来后再出来搜集物资，可没现在那么容易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戴上口罩，披了件黑色雨衣，翻了进去。防雨布下堆积的钢材如山，不远处还有河沙，我直接收进背包。未完工的大楼里还有许多袋装水泥材料以及成山的砖材和石料。除此之外，工地上停着的一辆大货车我也得收进了仓库。我一口气收了个痛快，直到脑子开始发胀，我才停了下来。这一搏，我的仓库才堆满了1/2。回到车上，我看了眼时间，凌晨5点，和肉摊老板约的提货时间是早上7点。我直接驱车去往屠宰场。到屠宰场附近后，我在没有监控的路上换上了那辆工地的货车，直接开去提货。从屠宰场出来后，我又去花卉市场买了一批种子和果苗，到时候可以种在折叠空间的黑土上。然后去了五金市场，买了射钉枪和改造需要的零配件。一通忙碌又是2个小时过去，把东西收入随身背包后，我把货车开到没有监控和行人的地方，换成面包车开回了城内。最后我又去了一趟市场，取了昨天订购的蔬菜水果。这段时间内我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打电话的是二舅石大海。我打开远程监控，透过面板看到石大海的大奔就停在老楼门口。这几天买了很多物资，手里的钱也快花光了。既然二舅这么想要我的房子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随后我驱车到了一家咖啡馆，约石大海到这里见面。房子可以给你，你现在要么签合同打钱，要么滚。你只有5分钟时间考虑。石大海虽然生气，但更想要老楼的1000万的拆迁补偿款。他拿过合同看了一眼，7天后才能把老楼过户，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怕我卷钱跑路？无所谓，你不签有的是人买。石大海倒是不怕我拿钱跑路，他经商这么多年，道上也不是没人。这合同我签，钱也可以提前给你，但这几天你就别四处跑了，老实在老楼待着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的手机提示账户上到了一笔钱，我连忙在合同上签了字。咖啡你买单。说完，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如法炮制，我把三舅也约在了那家咖啡店，并坑了他400万。幸好三舅与二舅关系不好，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，不然我怎么可能含泪赚了二舅三舅1000万。从咖啡店出来后，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大暴雨。我知道从现在开始这场大雨就不会停了。我立刻去了市内最大的户外用品店，采购了一大批防寒服、冲锋衣、潜水装置、氧气瓶等户外用具，随后就开车朝隔壁 A 市奔去。2个小时后，我到了早就联系好的冲锋艇门店。这家门店开在江畔，现在江水已经涨上堤坝了，老板自己还有3艘可容纳10人的小游艇。我向老板表示愿意原价购买老板的2手小游艇，于是老板大方地送了我船上的燃油和储油。老板收到钱后把钥匙给了我，就风风火火回了家，还不忘叮嘱我，这艇你要抓紧让人来开走啊，现在水涨太快了。这会儿暴雨太大，江边早就没人了。我又私下确认没有监控后，直接将小游艇和冲锋艇都收进了随身背包，然后马不停蹄朝下一家赶。这边有个卖太阳能板的大厂，我现在揣着巨款，准备直接过去干票大的。此时暴雨越下越大，街上的车也越来越少，距离末世降临还有15个小时，剩下的1000万几乎都投在了太阳能板和发电机上面。我这一波几乎是干走了厂家的所有存货。我要求的在搬货期间，仓库这边其他人都撤走，厂家虽觉得奇怪，但也同意了。等所有人都走了后，我确认仓库内的摄像头都关闭了，就开启了自己的收货模式。等我收完时，就看到水已经漫进了仓库，外面天早就全黑了。突然砰的一声，仓库陷入一片黑暗。我知道 A 市断电了，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上一世 A 市是最先出现汛情的，城市陷入大水中，在这里可以提前开启零门口。我开着冲锋艇直奔早就踩好点的加油站，直接将加油站里的汽油和柴油全部抽空。将附近的6个加油站都抽完后，我的脑子已经刺痛得要命。已经是早上8点了，但阴沉的天色依旧如在夜里，瞧不见光亮。再过3个小时，暴雨引发的洪水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将在全球各地上演，海滨城市爆发海啸，无数人将丧生。而我现在所处的 A 市将会是 S 省最先一个被淹没的，全球天灾时代正式开启。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远程传送，下一刻我就回到了自己干净舒爽的家里。
洗了个澡之后，我在系统面板选择宅基地升级后，倒头就睡。接下来就要迎接末日降临了。在我昏睡之际，老楼也在悄然升级着。睡醒后，我看了眼时间，这一觉居然睡了整整1天。这都第2天早上了，我连忙冲到了窗户边，外面重重的乌云堆积如石，大雨倾盆下。但是老楼内却很安静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推开窗户，暴雨声冲入耳膜。很快我便注意到，外面的水位已经淹到老屋3楼的位置了。我连忙跑下楼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。3楼的窗户并未关严实，但外面的水竟然丝毫没有渗进屋子里，而是被一层屏障完全隔绝在外了。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裹满全身。末世第1天，必须给自己整一顿好的啊！我一把抱起跟屁虫牛奶，浑身干劲的往4楼冲。宝贝儿，今天大鱼大肉、罐罐冻干猫条全都有。5分钟后，牛奶埋头猫盆那干饭，我则是从随身背包内取出一杯芋泥波波奶茶、一份佛跳墙、一份肥牛盖饭、一份波波鸡，外加一份双皮奶，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边吃饭边拿出了手机，看着99加提示的未接来电和未读消息，我笑出了声。打开聊天软件，开头的竟是一个名为打死不方受害者联盟的群，群主是石成才，至于群成员自然是我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喽。我直接翻到消息最顶端，从头开始看。不方你个短命的，你居然敢骗我的钱400万啊！我把我的房子车子都抵押出去了。不方你敢骗我的钱，你等着牢底坐穿吧。翻到后面，我才知道石大海居然来了老楼这，只不过他撬锁翻窗，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进来。石爱雪中途还把自己的小男友也叫来了，3个人找不到我，暴雨又下了起来，然后3人就暂时被隔壁周大妈家收留了。但没想到1夜过去，水居然直接淹到了3楼。得知石大海父女就被困在隔壁，我满意至极。这下想报仇的话就方便多了。正在这时，手机来电显示石爱雪。不方，你个贱人，你在家是不是？你看着我们被淹都不开门，你好毒的心。你们没被淹死，这么可惜的吗？父女俩气得发抖。这时对面阳台上的门打开了，一道身影慢悠悠地走了出来。600万买的奶茶就是好喝，二舅表妹多谢款待啊！石爱雪尖叫咒骂着直跺脚。石爱雪男朋友魏明走了出来。我们翻过去，他阳台没封窗。你等着，一会儿我们过来，你就完了。周大妈家到我家阳台只需要一个大跨步就能跨过来，但我一点都不担心。魏明信心满满的一步跨过去，明明那阳台台面就在那里，他却硬生生一脚踩空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魏明摔了下去，算他运气好，一把抓住了电线杆。如果水流平缓，魏明还能游回去，但现在嘛，他只要松手就是个死。魏明吓得哇哇大叫：救命！你们快救救我！救人是不可能救人的。我之所以没阻止他过来，就是为了试试老楼的防御机制。没心情再欣赏这场闹剧，我回了客厅，关上了阳台门。我之前注意到系统给了新手大礼包，要不是被石大海他们打岔，我早就开礼包了。谁能抵挡盲盒的诱惑？我深吸2口气，看着眼前光幕上那个游戏礼盒般的存在，毫不犹豫点击领取。眼前出现烟花绽放的场景，下一刻系统提示声响起。我点开了面前的新手大礼包后，系统提示获得2次抽卡机会，外加大力菠菜1个，使用后可永久增加力量2点，体力1点。看着手里凭空出现的那根菠菜，我直接塞进嘴里。菠菜下肚后，很快我就感觉到体内每个细胞都像是充满了力量。随后我满心期待地调出了抽卡页面，不知道抽卡系统能给啥惊喜。想了想，我直接抱来了幸运值拉满的牛奶，握住它的爪爪点了上去，抽中大力菠菜1，好东西。我没犹豫，菠菜直接下肚。随后我怀着紧张的心抽了最后一张卡，抽中小型食品制造厂，在净土范围内放置食品制造厂，并生产100份压缩饼干，奖励积分2万。我嗖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按捺住激动，仔细阅读食品制造厂相关信息。放置条件：净土范围内可覆盖区域，面积要求不低于300平方米。生产条件：每10斤面粉可产出100份压缩饼干，或消耗积分生产，兑换比例1:10份。10斤面粉就能产出100份压缩饼干，可真是低付出高产出啊！我尝试着点了一下小型食品制造厂的卡片，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地图，以老楼为中心有个光圈，显示为净土可覆盖范围，正好覆盖了整个城中村。地图上只有老楼是亮着的，其他楼栋都是黑灰2种颜色。灰色楼栋上都有可覆盖的提示，黑色楼栋则是有需清理的提示。有人居住的房子需要清理后才能覆盖为净土，空屋则可以直接覆盖吗？我迫不及待要证实这个猜想。随后我下到了1楼，换上潜水服，背上氧气瓶，打开了房门。透明的屏障将水流隔绝在外。
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进入了水流之中。很快，我就到了旁边这栋标记为可覆盖的房子中。从窗户进去后，我立刻选择了覆盖。下一刻，屋子里的水快速退去，无形的屏障包裹住这栋楼。净土覆盖面积180平方米，检测新楼楼层面积总和300平方米，符合小型食品生产厂放置条件，是否放置？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。几乎是眨眼间，这间老破小房屋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洁白的地砖和墙面，头顶白炽灯亮着，干净卫生的全自动生产线。我心脏狂跳，打开了食品厂的属性面板。SC 小型食品生产厂，可生产产品压缩饼干，效率每12小时100份。食品厂操作起来很简单，只有一个主控台，只需要选择启动生产即可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食品厂的防御机制会和主楼同步，我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别人闯入。可以放置一扇门连通主楼，请选择放置位置。我下意识地选择了一处空地，随即一扇门凭空出现。我尝试着打开门走了过去，竟然直接回到了老楼中我的卧室里。看着身后凭空而立的门，我不禁失笑，这不就是某部动漫里面的任意门吗？随后我去洗了个澡，毕竟这洪水是真的脏。刚洗完，就听见外面传来了一声尖叫。我直接朝着4楼的阳台走了过去。阳台上，外面的一幕让我吃了一惊。只见魏明道在广告牌上抽搐不已，双眼已经翻白，水面上还时不时有电花闪过。触电了，魏明触电了，快打120啊！完了完了，他死了！尖叫声中，我也有些后怕。这波算我运气好，是在漏电前的水，否则重生回来，获得金手指，木火2天后被电死，简直要笑死人了。末世第5天，城中村断电了，报警电话、求助电话全是占线，社交软件一刷，竟是各地都在发洪水，海滨城市更是无一幸免。官方救援的消息倒是有，但受灾的人太多了，根本就不玩。而我的老楼立马启动了供电系统。我每每给自己做了一顿午饭，正准备吃，却忘记了关阳台门，香味传到了隔壁。不妨你给我出来，我们在这都快饿死了，你在家里吃香喝辣。石爱雪又在外面找事，我翻了个白眼，起身准备去关门。龙哥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家全是吃的。这时从屋里走出了2个人影，是张龙和他的小弟。龙哥喜欢来周大妈的麻将馆打麻将，跟石爱雪他们一样，也是暴雨那天滞留在周大妈家的。一觉醒来，同样发现自己回不了家了。张龙看到我手里的肉，疯狂咽着唾沫。我嘚瑟一笑，中午好啊，大家爱吃了吗？龙哥等人饿了2天了，被肉香勾的肚子咕咕直叫。小美女，这么多肉，你一个人吃不完吧？哥哥我心眼好，帮你分担点了。不妨，你有吃的，为什么不分一点给我们？你太不要脸了！我冷冷盯着石爱雪，谁打烂他的嘴，我给谁食物。不妨你疯了？你当其他人是狗吗？你给块肉，别人就要听你使唤。石大海这时也凑了过来。不妨，你害死了魏明，看在亲戚一场的面子上，你给我们食物，我还可以给你请个律师，不然你就等着吃花生米吧。我又指向石大海，打掉他1颗牙，我给1块肉。石大海父女气疯了，龙哥等人也感觉到被羞辱了，准备过来直接动手。不过他长了个心眼，没一脚跨过来。他趴在阳台边缘，身体朝前倾，用手抓住了我家阳台裸露在外的钢筋。我抓起手边的棒球棍，对着龙哥的小臂狠狠砸了下去。救我！救我啊！快把我拉进去！其他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拉了回去。对完他们，心情好多了。我回到屋里准备继续吃饭，此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，主楼防御系统新功能上线。接着系统页面就弹了出来。我注意到地图上隔壁周大妈的房子里有了5个红点，正好对应周大妈家里现在的人数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这些红点都是对我有恶意的人啊？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孟小刀，我有些恍惚地按下接听键。喂，不妨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孟小刀今年17，刚上高3，他从小失去了妈，他爸整天喝酒赌博打人，他小时候还差点被他爸虐待死。我和他友情的开始，大抵是因为相似的童年。上一世，我发热40度，还在外面寻找物资，人快死在外面，是孟小刀救了我一命，给我找了2片布洛芬，还分给了我1块过期的小面包。不妨姐，你在听吗？你一个人在家小心点，现在街坊群里好多人都在骂你，那个周大妈在群里说你杀了人，还把混混龙的手打折了，嚷嚷着让大伙联合找你麻烦呢。我嗯了一声，将通话功放，把手机界面切回聊天框。群里，周大妈正在义愤填膺地细数我的罪状。不方那个杀人犯留不得啊，他是真敢杀人啊，他故意在阳台上吃香喝辣，张龙只是想过去找他要点吃的，他就用棍子把人家手打骨折。这女的那么凶，还敢杀人，你们那边几个人啊？一起翻阳台过去收拾她。后面那个刘胜
一直在打听我家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，有多少吃的。我看了眼地图，刘胜那栋楼里有15个人头点。有意思的是，这15个人头点都在变红。不妨姐，群里那个叫刘胜的话你看到没？我觉得他不安好心，你一个人在家关好门窗，小心点。我立即从折叠空间里拿出射钉枪和弹珠，按照上一世的记忆进行改造。一番忙碌，直到天黑，我终于改造完成。刚想找个靶子试一下，身边原本乖乖睡觉的牛奶却突然跑到窗边，不断对着外面哈气。我立刻警觉起来，牛奶如此暴躁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外面有人。我快速走到窗边，朝下看去，外面黑漆漆的一片，但暴雨比起前几日已小了许多。我眯起眼，清楚地看到水流中有5个人头在向我的房子逼近。我打开地图，果不其然，老楼外有5个红点。对面楼的那群租客只是在群里听周大妈说我一人独居且家里有粮，就动了歪心思。随后我拨通了孟小刀的电话，我这里来人了，你那边也注意一点。待会我先拿窗户进去，你们几个跟紧点。好嘞，三哥。兴奋的5人卖力地朝前游去，浑然不知上方的窗户已悄然打开。喂，下面的5个赖啥嘛？朱老三一惊，下意识抬头，火花裹着钢弹狠狠射入朱老三的眼眶，解决了朱老三，另外4人直接被吓懵，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又是4发钢弹，接着4人的身体软了下去，被水冲走了。刚才那5个人里面好像并没有见到刘胜。我连忙打开了地图，只见竟有3个红点在孟小刀那栋楼里。他现在跟他外婆住在一起，根本没有战斗力。孟小刀上一世给我找药救了我，这一世又提前给我打电话通知我注意刘胜那伙人。于情于理，我都不应该不管他。就在我纠结要不要救他之时，系统却突然弹出了任务面板。检测到基地人力资源极度匮乏，基地主触发不会带团队你就干到死任务。限时48小时内组建生产小队，家园成员达成3人后奖励净土小店 SS 级。我激动地打开净土小店的介绍面板，商城内不只有各种冷兵器，甚至还有火箭炮和装甲车以及各种各样的物资。虽然购买这些东西的价格估摸着会是天价，但是谁能拒绝一个末世商店呢？可是解锁净土小店必须要添加一个新成员才行。目前看来，可以选择的新成员似乎只有孟小刀了。我抱起了牛奶，与其在陌生人身上投资，不如先投资个知根知底的试试水。好，我就当你同意啦。我迅速换上了潜水服，准备潜水过去。此刻孟小刀那边，刘胜，我家的存粮都给你了，求求你们不要打我外孙啊！孟小刀外婆是开米线店的，家里虽有些米粉的库存，但这几天都被刘胜一伙人抢得差不多了。胜哥，我搜了，什么都没搜到。那兄弟们今晚不是白忙活了？朱老三那边啥情况？那个女大学生家里应该有吃的吧？话音刚落，门就被人一脚从外面踹开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一人已经倒下，又是一枪，另一人接连倒下。刘胜趁这个时间跑到了孟小刀背后。你是谁？此时我不敢贸然开枪。突然，刘胜一声惨叫，随后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。只见孟小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割开了原本绑着他手的绳子，手里还拿着酒瓶碎片。我抓准时机上前补枪，孟小刀还在发抖，似乎还没回过神。姐，不妨姐，我杀人了。是我杀的，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末世比你现在经历的要更加残酷。不妨姐，你说该怎么办，我都听你的。少年坚定地看着我，说实话，孟小刀今晚的表现我挺满意的。这小子该下狠手的时候不犹豫，同时底线也在。这张守则，你认真看看，能接受就签字，以后跟我混。孟小刀拿过守则，就见上面写着4个大字：净土守则。不妨姐，你是楼主吗？太好了，我签。接着，孟小刀毫不犹豫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这份合同是系统的产物，上面写的背叛者死，可不是玩笑话。只要家园成员有背叛行为，系统会直接将人抹杀。随后，系统声音响起，检测到家园加入新成员孟小刀，家园已满足3人 SS 级净土小店已发放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小刀的外婆晕倒在了地上。姐姐，我外婆晕倒了。小刀外婆已经80岁了，又经历了刚才的场面，想必是吓到她了。别着急，你外婆有没有什么基础病？我外婆有高血压，但是家里的药已经被洪水泡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末世之前我倒是囤了很多药，可是也没有囤降压药啊。你认识的人里有医生吗？我外婆的老年机里有主治医生的电话，他人很好的。能联系上他吗？能，我早上还给他打过电话。随后
小刀赶紧给刘医生打电话，电话没响几下就被接通了。孟小刀带着哭腔的说明了情况。老人的情况，我怀疑是颅内压升高，最好的办法还是送往医院。但是现在，医院嘈杂的声音断断续续传来。洪水突降那天，正逢刘医生值班，结果被困在医院了。断电之后，每天都有病人死去，医院现在乱得要命。刘医生，你是被洪水困在医院了吧？我能带你一个人离开，作为交换，你带上药品和注射医疗器材帮忙救人。刘医生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，他是高知家庭，家里的亲戚门路广，但即使这样，也没有联系到救援。这几天他比许多人都过得绝望。怎么可能？你拿什么来接我离开？现在官方救援都撤走了。半个小时内我必到，你只需告诉我这个交易你做不做？好，我做。半个小时后见，刘医生，要小心。刘医生这边，他谎称肚子疼，小心翼翼地站起身。我要去下厕所。小李，药房的钥匙我用下，我顺便去拿些葡萄糖来给大家提提神。同事没有怀疑，刘医生接过钥匙，在心里对同事说了声抱歉。抱歉，如果我有能力，我也想带你们一起离开。刘医生收拾好背包后，悄悄走到4楼应急楼道的阳台等待。我开着小游艇到医院附近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又换了橡皮艇滑进去。就在我快要抵达住院部的时候，手机震动起来，我心里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逃生通道的阳台上有人，怎么办？别慌，站好位置，时刻准备上传。刘医生收起了手机，但那两人却走了过来。医生，你那书包里是装的吃的吗？不是，是药品。你装这么多药在书包里干什么？难道你联系到救援了？没有。红毛眼睛一转，拉着女生离开了。几分钟后，我划着橡皮艇破水而来。就在我以为能够顺利接到刘医生时，那一男一女突然跳了出来，拿刀抵住了刘医生的脖子。你果然是叫到救援了，美女，一个也是救，3个也是救，带我们一起呗。这架势哪里是在请求，明明是在威胁。好啊，那你们动作快点，别把其他人都吸引来。不，小姐，抱歉。我没有理会，把手里的奖递给他。我们俩累了，换你们俩来吧。下一刻，我突然出手，直接将两人抓起来丢到船下。看来2顿大荔波菜不白吃啊！今天是末世第9天，算算时间，网络差不多也要断了。好在这几天我已经把全国范围内能下载的地图都下下来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食谱、种植教学，但凡以后能派上用场的，都下载备份了。随后，我给牛奶开了个罐，又在折叠空间里取出了一盒肥牛盖饭和黑森林蛋糕。现在孟小刀那栋楼已经划入了净土范围，系统地图上标记为1号宿舍。昨天我把刘医生放在孟小刀家之后，又在孟小刀家放置了一个任意门，这样我过去就方便多了。每填饱肚子后，我起身往包里塞了2瓶牛奶和4个煮熟的白水蛋，然后打开门进了孟小刀的家。孟小刀听到动静冲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把菜刀，嘴角还挂了根米线，显然对昨晚的事还心有余悸。顾小姐，你来了。刘医生，外婆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稳定了，但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刘医生，小刀，你来把这个吃了吧。随后我又假装在兜里掏东西，然后拿出来了一个运动手环递给孟小刀。这是系统发下的奖励，可通话、可定位、可计时，还有微型手电和指南功能。这是通话手环，以后就用这个联系我。太阳能充电的。接过手表，孟小刀就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。刘医生，你暂时住在这里，帮忙照看外婆吧。我先回去了，有事手环联系。好的，不妨姐。回到家后，我立刻打开净土小店参观起来。眼下我唯一能买得起的只有3棱军刺和防弹衣，我咬咬牙直接买了下来。毕竟积分能赚，但命没了就啥都没了。防弹衣到手后，与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瞧着更像是一件黑色紧身长袖速干衣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系统提示，有人试图入侵老楼。随即我立刻打开监控查看，就看到周大妈家阳台上的几人卸了桌腿，试图架一个台面在2栋楼之间。带头干活的赫然是石大海。看来还是西北风太足，让这群人吃得太饱，应该再下点猛药。上辈子石大海父女将我开膛破肚，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这辈子也该让他们享受一下这人间炼狱了。龙哥被打断了手，这次学聪明了，他觉得石大海是我舅舅，不敢下死手，于是逼迫他出头，翻到我家里去。去就去，不过布方家的粮食我得占7成。龙哥假装同意了。桌板搭好后，石大海就小心翼翼地爬过去，在他抓住阳台的刹那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惨叫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石大海直接转身爬回周大妈家阳台，他那只手不断抽搐，像是触碰了高压电似的，皮开肉绽。什么情况？不是都断电了吗？怎么会有高压电？这时我开门走到了阳台上，扇了扇鼻子。谁家猪毛烧焦了？贱人，你对我爸干了什么？你家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家会有电？我假装拿出个遥控器按了下，
你们说这个高压电强效防盗网，至于电吗？这年头谁家还没几台发电机？对面懵了，不是有病吧？谁没事会买发电机放家里啊？我的谎话漏洞百出，但凡对面有个脑子健全的都不会信。可惜对面几个人加起来都凑不齐一个健全脑子。我家很有钱的，只要你们能把他逮住，我给你们一人10万。你说真的？10万块现在就给。你等着，马上我就让你跪下，不得好死。我好怕哦，要不你先把钱给人家，总不能让人家白白给你当狗卖。爸，你手机在哪儿？给他们转账。石大海的流动资金都被我骗光了，哪还给得出这么多钱？最后一次机会，石大海或者石爱雪的一颗牙换一片饼干，时间截止今天凌晨12点，过时不候。二舅、表妹，二位可要多保重呢，好好享受我送你们的人间地狱。这场暴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20天，城市街道也基本被完全淹没了。这天我在小屋里吃着火锅，突然隔壁传来了动静，姓布的你出来。是张龙的声音。我快步走到阳台。不妨，我已经按照你的条件把你二舅和你表妹的牙拔了，就按我们之前说的，一颗牙换一片饼干。我这有，求求你了，给我们一口吃的吧。明明雨已经变小了，洪水也平静了，这两个男人但凡有点勇气，也能自己想法子出去找点吃的，结果依旧只会打别人的主意。这种人绝对不能留在我老屋的周边，不然后患无穷。我反悔了，鉴于你们之前想偷偷爬进我家，现在我一口吃的都不给你们了。张龙气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转头冲回周大妈家，一把揪住石爱雪的头发，把气都撒在了石大海和石爱雪身上。俩人打累了，就把他和石大海丢进了厕所，说他们父女俩不配住在房间里。该死，都该死！石大海被饿得神情恍惚，再加上刚刚被打，精神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你也是个蠢货，要不是一天到晚瞎出主意，咱们的处境怎么会这么艰难？爸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？原来在2个楼之间搭桥爬过来，是石爱雪出的主意。老子说你是个蠢货，我特么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人形猪脑，没用的东西。我没用，你就有用了。几十岁的人了，还能被不方骗钱，现在还变成这副鬼样子拖累我。我有你这种垃圾玩意儿当爹才是倒霉。畜生玩意儿，老子弄死你！石大海艰难地想爬起来去打石爱雪，结果刚站起来就踩到一块肥皂，咚的一声，后脑勺狠狠磕在了地上。石爱雪试探着走过去，却看到大片血液蔓延了出来。石爱雪脑子一片空白，只想去找人帮忙，反应过来时已经在主卧门口了。周大妈，帮帮我，我爸死了，死在你家了。突然，石爱雪闻到屋里好像传来一股饭菜的香味。周大妈有吃的，她躲在屋里吃东西呢。听到这话，2个男人都走了过来，把门撞开。他喵的，老子今天打不死他！老房子房间门本就破旧，没冲撞几下，门就被撞开了。混乱中，石爱雪听到周大妈的尖叫，好像被人给砍伤了。石爱雪闻到了血腥味，打了个哆嗦。我得赶紧离开这里，再留下来我也会死的。石爱雪想到厕所里那个给小孩洗澡的超大木盆，她才90斤，肯定没问题。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下，石爱雪还是逃了出来。周大妈家的混乱还在持续。听到枪声，石爱雪滑得更加卖力。慌乱间，她看到了有船朝自己快速驶来。大难临头各自飞，石爱雪，你还真是你爸的好女儿呢。不妨，你害死了我爸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冷漠地俯视着她，上一世石爱雪的声音此刻在耳边疯狂回荡。爸，我要吃他胳膊的肉，那里的肉嫩。石爱雪，再见。解决了石大海父女，我只觉浑身疲惫，回到家冲了个澡，躺在床上取出了冰激凌，回想着上一世的天灾。我清楚记得这场暴雨下了1个月，紧接着就刮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龙卷风，也是这场龙卷风将许多人的房屋都破坏掉了，也让很多人冻死在随后到来的极寒天气。现在净土范围内的这几个小楼有系统保护，龙卷风我倒是不怕，可是极寒天气怕是没那么容易熬过去。随即我调出系统页面，升级所需的钢筋水泥倒是够了，可这贵金属怎么搞呢？末世已经20多天了，秩序已然混乱，我想来想去，现在貌似只能出门零元购了。我穿好衣服，通过任意门去了孟小刀家。不芳姐，你来了，我外婆已经醒了。我说是不芳姐找人救了她，她一直跟我念叨着要谢谢你们。醒了就好。小刀、刘医生，你们过来，我有事跟你们说。我找到孟小刀和刘医生，商定了明天天一亮就出门搜集物资的计划。第2天一早，我吃完早饭后走到阳台上，我暂时还不想让他们知道空间的存在，所以准备从空间拿出快艇后再过去接他们。很快我就到了孟小刀家的窗边。跳起来吧。不芳姐，我们去哪？
去一趟离我们最近的大型百货商超。这家商超地理位置较高，我之前还去里面打过暑假工，对里面的布局也很清楚。快接近商超时，我看到了几个人骑着那种超大号的充气游泳圈游出来找物资，还有几个甚至用折叠式浴盆当船出游。刘医生和孟小刀见到其他人，心情却沉重了下来。这些人恐怕都是冲着商超去的。事情不太妙，一会儿咱们恐怕不能全进去，得留人守住船才行。不用，我以前在那边打过工，知道有个地方可以把橡皮艇藏起来。好吧，万一真遇到什么情况，我肯定要站在最前面，护住女孩子和小朋友才行。我将他的紧张尽收眼底。家园成员满足3人后，立刻就刷新了新的任务，要求成员达到6人。任务完成后，奖励黑土20米和大力水手菠菜2个，以及3次抽卡机会。目前来说，孟小刀的外婆肯定是待选。老人家从小看着我长大，人品我是清楚的。当然，刘医生也在考虑范围内。这次孟小刀外婆生病，也让我意识到漠视下医生的重要性。所以这一趟出行也当是对刘医生的考察了。我们很快就到达了商超，同时我注意到商场的玻璃门早已被人打碎。我先去藏船，你们小心着点，有情况联系我。我等到2人身影不见，接着确定周围没人后，收起橡皮艇，进入了另一侧的走廊。我找了个角落，快速换好潜水服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1楼那几家黄金珠宝店的贵金属。目前基地升级的条件就卡在贵金属上面，升级到5级就可以开启恒温系统了。我游进去后挨个扫荡，直接将保险柜一起收入系统背包。等扫荡到第5家店的时候，系统声音突然响起，宅基地升级完成。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恒温等级，高兴的几乎要笑出声。把几个珠宝店扫荡完之后，我开始往上游，准备去找孟小刀他们。我通过手环确定了孟小刀的位置，直接过去。就是他俩有船，我过来的时候遇见他们了，能拉老多东西走了。小兄弟，那船你们藏哪儿了？我们也没恶意，就是想请你们帮忙运一下东西，会给钱的。我脸色一沉，竟然是石大山，我的大舅，旁边居然还跟着我的舅妈和表弟。抱歉，我们的柴油只够我们自己回家。再说，你们既然能过来，想来也有水上工具吧？他们说完正想走，却被石大山他们拦住了。别那么小气啊！都让开！你们想干嘛？我警告你们别乱来！我正要出去激情开麦，人群后却走出来一个女生。老哥，做人仗义点啊！你自个儿还有个2米大的浮台呢，怎么不拿出来助人为乐？哎呀，话说你那浮台藏好没啊？刚刚有3个小伙跑得飞快出去了，你那浮台……石大山脸色一变，拔腿就往外跑。他刚跑过货架，黑暗里冲出来一个拳头，直接抡他后脑勺。砰的一声，他正好倒在了钉耙上，顿时鲜血流了一地。张春霞连忙跑过来查看，却发现石大山早已断了气，他抱着石大山嚎啕大哭了起来。其他人见出了人命，连忙四散而逃。大舅妈，到你了！我刚想拎起张春霞，没想到表弟石天杰却举着刀子向我冲了过来。我顺势一躲，石天杰笨重的身子扑了个空，我抬起一脚，一下子把他踹到水里。妈，救我，救我啊！张春霞急得连忙拿起地上的钉耙伸了下去，但却怎么也够不到。石天杰不会游泳，在水里扑腾几下，很快就沉了下去。张春霞咚的一声坐到地上，眼神涣散，灵魂像被抽干了一样，开始胡言乱语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瞬间失去了复仇的兴趣。小刀，刘医生，拿好东西，我们走吧。不芳姐，那个女人怎么办？放心吧，她丈夫儿子都死了，看她的样子也活不长了。上一世，我在末世中见过太多因失去亲人而活不下去的人，颓废萎靡的样子跟张春霞一模一样。果不其然，我们刚转过商超的电梯拐角，就听见扑通一声，有人跳下去了。回到城中村后，我先将孟小刀和刘医生送回家，给他们留下了一些物资。刘医生今天的表现我是满意的，但看着他沉重的表情，我还是试探性的问他：刘医生，你对今天的事怎么看？不芳，你是想问我是否理解你的做法对吗？虽然我从不觉得杀人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，但身处末世，先保全自己与在乎之人，本就是人之常情。如果真到了非杀人不可的地步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如释重负。刘医生，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们家应该已经被水淹了，暂时只能借住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你也无处可去。那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可以加入我的净土家园，我来给你安排住所；二，我送你离开，你自己重新寻找住处。如果是换作刚见面，刘医生肯定会毫不犹豫选择2，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刘医生想法也变了。面前的这个小姑娘给他的感觉很神秘，不仅有不凡的身手，还总是能变出很多工具和物资。而反观自己，外面真乱起来，他怕是连广场舞大爷都打不过。我选一。我从口袋掏出净土合同，让刘医生签了字。太好了，不芳姐，我们的净土家园又壮大了。那这是你外婆的。
只要合同签下，我就不担心所谓的背叛什么的。当然我也很清楚，见识过净土真面目后，傻子才会背叛。随后我告知他们，目前整个城中村有3栋楼都属于我们的净土范围，并且系统会随着物资和家园人数增多而升级。刘医生沉思片刻，既然系统升级把人力资源纳入考量，那往后咱们肯定得吸纳新成员，同时物资储备也必须跟得上，这同样也需要更多靠谱的人手来支撑。说到底，老天让你拥有这样的系统，还把物资和人力都设为升级条件，或许暗示了咱们早晚得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基地。不愧是智商140的学霸，几句话就总结出了净土现在的处境。我点了点头，他继续说，我大胆计划一下，目前来说，净土扩张是首要的，这和我们未来的安全息息相关。不如我们圈地为营，尽快想办法建立围墙。说干就干，我让孟小刀拿出纸笔，画出整个城中村的地图，开始规划。这3栋楼已经属于我们。另外，我家周围的这几栋楼末世之前就已无人居住，旁边周大妈家的那栋楼也已经没人了。至于旁边的这4栋楼，据我所知，末世刚开始那几天就都出门找物资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，想必已经发生了不测。那我们可以让孟小刀和外婆搬到这边的空房子，而围墙按照这样的规划建立，暂时将小刀现在居住的房子当做我们的营外据点。我同意，反正整个城中村早晚都是我们的。夜里10点，天色全黑，白天消停了些的暴雨，到了晚上又有了卷土重来的趋势。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，我悄然启动了净土区域的外部防御。规划好的部分都被围在了高达15米的合金城墙之中，墙体顶端还设置有电网，防止有人翻越。现在水位就差不多有12米的样子，但若是洪水退了，这15米的合金城墙绝对的霸气侧漏。搞定之后，我将围墙内的洪水排除，街道重新展露。孟小刀和刘医生都兴奋地跑到街上。不妨事不宜迟，我们明天天亮继续外出搜集物资吧。明天也得搜集一些药品，我得担任起团队里医生的责任。净土家园的防御围墙建好后，刘医生和孟小刀干劲十足，一上午的时间就搜集了好几家药店，收获颇丰。由于他们不会潜水，所以大部分搜集贵金属的任务还是由我来干。只是系统升级所需的贵金属实在太多，下一次攒到足够的贵金属升级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。我的任务完成后，跟刘医生、孟小刀到了附近最后一家没被水淹的药店。正在我们搜集药品的时候，货架深处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刘医生拿出电棍，缓缓朝里走了进去。我紧随其后，听到了一个人在自言自语：“真难找，到底哪个是消炎药啊？”我们走近后，却发现这个人我们昨天遇到过，是那个仗义直言的女生。女生看到刘医生的穿着，眼神瞬间有了亮光，将怀里的一堆药一摊：“你是医生吧？你看看这些哪个是消炎药？”“这2个都是，但还是要根据具体的病状来用药。”“我弟弟能用吗？”“你弟弟怎么了？”齐言哭丧着脸说了自己的遭遇。原来是某一天，他的邻居在外面疯狂敲门叫救命，他拿了一根高尔夫球杆当武器打开了门，却没想到门一打开，曾经友好的邻居面目狰狞地冲进来，抢走了他家里所有的食物。对方3个男人手里还拿了刀，他根本不是对手。齐言胳膊被轻微划伤，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弟弟的牙被打掉了，爪子上也有个大裂口。等等，你的弟弟是人吗？不是啊，他是我的小狗，弟弟是他的名字。那些人还想把弟弟抢走杀掉吃肉，我跟他们说我可以用我家的大金人换，可他们不愿意，我拼了命才护下弟弟。大金人，我一听到这里，瞬间来了兴趣。我可以让刘医生帮忙救你的弟弟，但作为交换，你把大金人给我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只要你愿意救弟弟，我换什么都可以。能为了自家宠物冒着危险出来找药，还拿出那么多金银来，这人还挺重情重义。随后，在齐言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了郊区的一片别墅区，进到了齐言家。哇，妍姐，你家真有钱呀！现在有钱有什么用？我都饿了好几天了。很快，在刘医生的一番操作下，小狗的伤口就被缝合好了。齐言用小推车把大金人推了过来。你们拿走吧。对了，你们包里还有吃的吗？我这里还有好多小金佛，可以跟你们换一点吗？哇，你们有钱人家里不会全是金子吧？齐言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我则是将刘医生拉到一边。刘医生，你觉得齐言这人怎么样？你是想吸纳他？他的人品咱们也见过，目前来说似乎没有大问题，能为宠物做到这一点，也算重情义有责任心。我认同你的想法。目前距离系统要求达到的6人小队还差1人，齐言能跟我们一起出门打野，人品也过关，将他吸纳为成员也不是不行。以后怎么过？有想法吗？我可以出去找物资，节约着点吃，总不会饿死的。我看着地上的几个狗罐头，你这几天都吃这个？对啊，那几个畜生把我的食物全抢走了。要不要加入我们？齐言愣了一下。我可以吗？好，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
不过我的狗可以一起带着吗？当然可以。接着我从兜里掏出合同递给他，奇言爽快地签了字。检测到净土家园已满足6人，恒温系统自动升级到满级10级。暴雨停歇后，洪水逐渐退去，很多人都以为有序的生活会慢慢恢复，但我知道2天后，一场龙卷风会带来可怕的极寒天气。这一天，我正在跟奇言讨论种菜的事情，系统却突然提示我围墙外有威胁。我打开系统监控，竟然看到了石成才，我的三舅。我不去找他，他倒是自己来找我了。石成才坐在地上，鼻青脸肿，却十分有劲地拿石子砸着围墙，嘴里还叫骂着：不方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我可是你亲舅舅，你忍心看着我挨了吗？快开门，我要进去。我看着外面的热闹，脑海里又想起上一世他啃食我的样子。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我走到围墙下，拿着喇叭冲外面喊道：三舅，这个基地的主人不会让人轻易进来的，但是你别着急，我跟他关系很好的，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进来。石成才见我出来回应他，立刻伪装出一副慈善的样子。好孩子，我就知道你不忍心看三舅受苦。紧接着，我将一包狗粮扔了出去。三舅，你饿了先吃这个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进来的。3天而已，可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，我的好三舅。2天后，龙卷风裹挟着寒流如约而至。石成才在破楼里躲过了龙卷风，却在风雪中暴毙而亡。他到死都惦记着我会开门放他进去。净土这边有了奇岩这个小金库的加入，恒温系统升级，从而覆盖了围墙内的整个区域。在我们几人的合作之下，净土家园发展得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C 市的城中村有个末日基地。在此期间，我们也吸纳了不少寻求庇护的人加入净土家园的建设。当然，也有很多不幸的人，在来的路上就被冻死在路边。恒温系统将极寒隔绝在外，这片净土上活着的暖意正一点点蔓延。或许未来还有更多未知的风暴，但只要我们守住这一方净土，就有继续走下去的勇气。